见马老村长进入其中，楚风本想跟随着他一同进入其中。楚风，你真的要去？你真的就这么相信这个老杂毛？难道你就不怕进去之后他杀你灭口？可就在这时，淡淡的那悦耳的声音却忽然在楚风的耳边响起，其中尽是谨慎与担心。如果他要杀我，早就杀了。在这应风古村之内，我根本无法逃脱他的手掌。淡淡，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可是到如今，我也只能选择继续相信他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楚风对淡淡说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既然这样，那你自己定夺吧。”淡淡说道：“放心吧，我的女王大人，就算为了你，我也会仔细斟酌的。”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他其实很享受淡淡关心他的时候，是就算为了我，你也要好好斟酌哟。”而听得楚风的话后，淡淡也是浅浅的笑了，声音不仅甜美，并且难得的很是温柔，尤其那一双妩媚的眼睛，虽然只是微微眯起，但却笑得非常迷人。听得此话，楚风则是怦然心动，尤其是淡淡就在他的体内，他的脑海随时映射出淡淡的模样。看到此刻淡淡那迷人的笑容，楚风竟莫名的有些脸红，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楚风小友，进来吧。而就在这时，马老村长的声音则是自结界之内传来。见状，楚风便身形一纵，跃入了那结界入口之中。穿过结界入口，楚风进入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空间不是很大，像是一座精致的大殿，只不过这座大殿很不普通，甚至是相当的特殊，因为楚风已经看出这根本不是寻常的大殿，更不是寻常的空间，这里其实是一个阵法。这整座大殿本身就是一座非常了不起的阵法，在这阵法的外围积攒着许多应风寒水。楚风初步估算，这里的应风寒水至少也有12万滴，那股浓郁的气息充斥着整座大殿，让人心旷神怡。可除此之外，楚风还感受到了一股胜过应风寒水的气息，那股气息与应风寒水非常的相像，但却比应风寒水浓烈数倍不止。楚风推断，那股气息应该是来自应风寒冰的，所以楚风觉得这里本来应该存放着应风寒冰才对。不过可惜，楚风再怎么观察，却也没有找到应风寒冰的踪影。虽然没有发现应风寒冰，可楚风却发现那股气息的源头在这座阵法的中心，只不过那阵法的中心现在却什么都没有，莫非那里就是存放应风寒冰的地方？看着那空缺的位置，楚风对马老村长问道：“没错，就如你所说，这里就是存放应风寒冰的地方。这座阵法就是我应风古村的先祖所布，而这里的应风寒水便是通过这阵法自应风寒冰之中衍生而出。不过可惜，这里的应风寒水已经不再产生了，因为这座阵法已经停止运转了。而这座阵法之所以停止运转，那是因为这座阵法的核心应风寒冰已经不见了。所以楚风小友，并非是老夫出尔反尔，不想给你应风寒冰，只是如今的应风古村真的已经没有应风寒冰了。”马老村长很是无奈地说道：“什么？应风寒冰没有了？那么应风寒冰去了哪里？”得知自己想要的应风寒冰竟然没了，楚风顿时就急了，赶忙追问起来：“丢了，被人盗走了。”马老村长说道。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尽管无奈，却又很是平静。可以看出，这应风寒冰似乎丢了不止1日2日，否则马老村长不可能如此平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楚风追问起来，因为他不得不问，应风寒冰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本是我应风古村的秘密，我可以对楚风小友说，但希望楚风小友能够替我保密。马老村长说道。放心，我楚风绝对守口如瓶，未经过您的允许，不会告诉任何人。楚风说道。老夫相信楚风小友的为人，否则不会将你带到此处。其实将你带到这里，我就是想对你说明一切。马老村长显示感慨一番，随后这才说道：“应风寒冰的确被盗了，只不过被什么人盗的，我却也不知道。在他丢失的时候，我可以说是毫无察觉，就连布置好的守护阵法都是完好无损的。若不是来取应风寒水，根本不会发现应风寒冰居然丢了。不过好在我应风古村的先祖将这座阵法布置得完美无缺，甚至能够搜集所有来过此处之人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只要收集足够的气息，就能开启追踪阵法，锁定那人的方位，对他进行追踪。而前些10日，我一直闭关修炼，尽我的全力催动阵法，终于搜集出了一丝那盗走应风寒冰之人的气息。虽然只是一丝，但只要给予我一定的时间，我早晚能够将他的气息凝聚得更多。而只要有他足够的气息，我便可以开动追踪阵法，追踪到那盗走应风寒冰之人的方位。只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必须闭关才行。而为了尽快追回应风寒冰，我必须尽快闭关，这也是我为何要将村长之位传给周四天的主要原因。毕竟应风寒冰是我应风古村赖以生存的根本，若是不将应风寒冰追回来，我应风古村不仅要就此衰败，就算有一日因此而灭亡，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我才会违背良心，冤枉楚风小友，所以我才不能兑现承诺，无法将应风寒冰交给楚风小友。但是请楚风小友放心，待得我将应风寒冰找回的时候，我一定还楚风小友一个清白，哪怕身败名裂，我也要还你一个清白，并且那个时候你赢得的应风寒冰，我也会以双倍奉上。马老村长满怀歉意，却又很是诚恳地保证道：“马前辈，并非不相信你，只是假如你无法找到那个人，又或者找到了那个人，可应风寒冰已经不在他手中了，那该怎么办？”楚风问道。他的担心并非多余，那人能够在应风古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应风寒冰偷走，说明他的实力非同小可，哪怕马老村长也未必是他的对手。总之，这应风寒冰既然丢了，想要找回来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限期1年，1年之后，我若无法还楚风小友清白，无法将应风寒冰奉上，那么我马某人便以死谢罪。
而在死之前，我会把真相公布于世。”马老村长信誓旦旦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内心不由一颤，因为无论他怎么看，都觉得马老村长不像是在开玩笑。马老村长的确是认真的。马前辈，你能够确定你搜集到的那一丝气息就是偷走应风寒冰之人的？楚风问道。这座阵法完美无缺，我是通过这阵法进行排查，然后才搜集的气息，所以我能够确定那气息就一定是那人的。马老村长确定道。那么需要搜集到多少气息才能够开启那座追踪阵法？楚风问道。不瞒小友，我现在搜集到的气息不过是5%，还需要至少95%的气息才能开启阵法。马老村长有些无奈地说道。竟然还差那么多。听得此话，楚风那紧皱的眉头则是皱得更紧了。这样算来，马老村长就算能找到那盗走应风寒冰的人，恐怕也需要不少时间，甚至他给自己定下的1年期限都未必够用。马前辈，能否将你搜集的气息借我感应一下？虽然希望渺茫，但也许我能够帮到一点忙。思考片刻后，楚风说道。这个自然无妨。马老村长很是爽快，说话之间便自怀中取出一个玉瓶，一瓶打开之后，一缕淡淡的气息便飘然而出，如同小蛇一般围绕着玉瓶缓缓旋转。而这一刻，楚风也是闭上双眼，释放出精神力，用心的去感应那气息。他是想记住这气息，然后等到日后行走在外，看看能否有机会遇到这个气息。若是遇到，就可以通知马老村长。就如同楚风所说，这种希望可谓渺茫，但是除此之外却也别无他法，所以楚风也只能试一试。这股气息可就在这时，楚风那紧闭的双眼却猛然睁开，与此同时，脸上涌现出了又惊又喜的神色，说道：“难道是他？楚风小友，难道说你认识这缕气息的主人？”看到楚风的反应，马老村长也是为之一愣，随后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随后便赶忙追问起来：“这股气息，我的确有些熟悉，他有些像我认识的一个人，但这气息太薄弱了，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否是他。”楚风点了点头，但却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这样，马老村长不傻，他已经听出来，楚风多半是想到了一个人，可能是盗走应风寒冰的罪魁祸首，只不过楚风不想告诉他罢了。尽管马老村长非常迫切地想知道楚风心中怀疑的对象到底是谁，但是他却并没有继续追问。而事实上，楚风的心中的确已经有了一个怀疑的对象，而这个人便是当初在青木领域杀了司马颖爷爷的罪魁祸首，司马颖最大的仇人，界师联盟的叛徒韩鹤来。尽管当日楚风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韩鹤来与司马火烈等人的大战，但是韩鹤来的气息，楚风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永生难忘。而此刻，马老村长让楚风感应的气息与韩鹤来的气息可谓非常之像，只不过马老村长搜集的气息实在是太微薄了一些，哪怕是楚风也不敢100%的确定这个气息是否就是韩鹤来的。所以在仔细的斟酌一番之后，楚风并没有告诉马老村长，毕竟韩鹤来的身份有些特殊，并且此人相当的危险，若是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便告诉马老村长，搞不好会引发什么麻烦。楚风小友，你此刻怀疑的那个人可是你的朋友？忽然马老村长再度问道，他的神情很是不安。这也不能怪他，毕竟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那丢失的毕竟是他应风古村的至宝，并非朋友，相反他是敌人。不过这种事情毕竟非同小可，所以在100%确定之前，我无法告知马前辈我怀疑之人究竟是谁。楚风如实说道。只要不是楚风小友朋友，那老夫就安心了。马老村长踏实了一些，他非常清楚他现在与楚风是一条战线的，如果那人真的是楚风的敌人，就算楚风现在不告诉他那人是谁，那么楚风也迟早会告诉他那人是谁。但是相反，如果那个人是楚风的朋友，他可能就要有大麻烦了。所以当确定那人是楚风的敌人而不是朋友的时候，他才会如此的安心。马前辈，若是我能够拿到我怀疑之人的气息，那么你能否有办法确定他究竟是不是盗走应风寒冰之人？楚风问道。当然可以，我应风古村的这座追踪阵法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盗走应风寒冰的，只要楚风小友能够拿到足够的气息，我就能够通过先祖留下的阵法确定那人是不是盗走应风寒冰的罪魁祸首。马老村长很是自信地说道。楚风小友，莫非你能够搞到你怀疑之人的气息？马老村长试探性地问道，因为这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不敢确定，但我可以去尝试一下。楚风说道。那你有几成把握？马老村长问道。5成。楚风说道。若是这样，那可就太好了。听得此话，马老村长顿时大喜，虽然他笑得并不是很明显，但这却是楚风第一次看见马老村长笑得如此开心。不过这也不能怪马老村长，实在是他想不开心都不行。本来他寻找盗窃之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闭关苦修，全力催动阵法，一点一滴地搜集那人的气息，然后再用追踪阵法搜寻那人的方位。这种方法非常的消耗结界之力，并且需要很久的时间，哪怕是他自己也清楚这并非最好的办法，但却是他之前能做的唯一的办法。可是如今楚风却给了他新的希望，这叫他如何能不高兴，如何能不窃喜？他真的是想不高兴都难。而在此之后，楚风又与马老村长交谈了一些，问了马老村长一些问题，大概就是确定一下那应风寒冰被盗的大概时间。经过对比之后，楚风发现应风寒冰丢失的时间乃是在司马火烈被杀之后，他与司马颖来到联盟领域之前的这段时间，而以韩鹤来的手段，在杀了司马火烈之后便回到界师联盟，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经过这番推断之后，楚风越发的觉得那盗走了应风寒冰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个韩鹤来。马前辈，那人乃是我的敌人，更是我朋友的敌人，
我一位朋友的所有亲人都被那个混账所杀害，而那个混账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狡诈，也非常的难对付。若是能够确定那个混账就是盗走应风寒冰的人，那也就等于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那个时候，我能否将你应风古村的事情告诉我朋友，或者告诉我朋友最亲近的人，让他们与您一起对付那个人？楚风问道。没问题，只要能够找到盗走应风寒冰的人，一切就都不是问题。就算你将我应风寒冰被盗之事公布天下都没问题。马老村长信誓旦旦地说道。可以看得出来，夺回应风寒冰对他来说有多重要，那就好办多了。听得此话，楚风笑着点了点头。他其实已经想好了方案，他准备前往界尸联盟，找司马颖帮忙，在界尸联盟寻找具有韩赫来气息的东西。他觉得韩赫来在界尸联盟待了那么久，在界尸联盟一定留有不少残留他气息的东西才是。而寻得东西之后，他就与司马颖一同回到此处，由马老村长通过阵法进行判定，盗走应风寒冰的到底是不是韩赫来。假如那盗走应风寒冰的人不是韩赫来也就罢了，但假如那盗走应风寒冰的人真的就是韩赫来，那一切也就好办了。楚风可以让司马颖联系界尸联盟的高手，一起来到应风古村，然后通过应风古村这座特殊的追踪阵法追踪到韩赫来的方位。只要找到韩赫来，不仅能够找回应风寒冰，还能够替司马颖除掉大敌，报掉这个血海深仇。楚风小友，若是你真的能够帮我找出盗走应风寒冰之人，那么我马某人在寻回应风寒冰之后，定会重谢于你。马老村长说道。马前辈，就算要感谢我，也等到我真的帮了你再说吧。对于感谢，楚风并未推辞，只不过他也没有抱太大的期望，毕竟在找回那应风寒冰之前，一切都是空话。楚风小友，那你准备何时动身？马老村长问道。今日便走。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知道你是想快点确认此事，可就算急着帮我，最好也等过些时日再动身吧。马老村长说道。马前辈，您是有事？楚风问道。老夫倒是没事，只是凭借我对界尸联盟的了解，他们绝对不会毫无依仗的就来我应风古村挑衅，尤其还是4个小辈，所以我猜测，按照界尸联盟一贯的作风，他们4个是有依仗的，不出意外，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帮手，回到应风古村来找你的麻烦。这个时候，你若留在应风古村，老夫可以保你，毕竟你是我应风古村的客人，于情于理，我也都应该保护你。但你若离开应风古村，我也就不好保你了。若是你离开的时候，而又刚好遇到他们，那样一来可就危险了。所以楚风小友，为了你的安危，还是等上一阵子吧。马老村长说道。也好，那就依马前辈。楚风不傻，知道马老村长肯定比任何人都希望快点找到那盗走应风寒冰之人，而这种时候他说这番话，说明他并没有撒谎，而是真心替楚风的安危着想。只不过令楚风颇感有趣的是，如今能够帮助他的人是界尸联盟的人，但是对他来说最大的威胁却也是界尸联盟的人。他与界尸联盟还真是颇有缘分。不过哪怕如此，楚风也不准备抬出司马颖做挡箭牌，毕竟说到底司马颖也是小辈，更何况他无凭无据，就算说出来，界尸联盟的人也未必会相信。所以哪怕是孙磊、黄蜂等人带着帮手来找楚风的麻烦，楚风也只能借着应风古村的庇护，尽量靠自己解决此事。在此之后，楚风便继续留在了应风古村，回到了马老村长亲自为他安排的住所。当日，宋爷爷与林奶奶来找过楚风，他们坚信之前的精神力比拼，楚风是被冤枉了，所以代替应风古村向楚风道歉。这件事情根本不关他们的事，而他们又曾想过为楚风出头，所以楚风对宋爷爷与林奶奶的印象极好，不但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反而很是感激。不过令楚风颇感意外的是，宋爷爷与林奶奶之后，周龙、周虎、周凤3兄妹竟然也找上门来，而他们来此的目的也令楚风颇感意外，他们竟是来认错的。如果说之前对楚风认错是被马老村长所逼迫，他们这一次就绝对是真心实意的了，因为他们除了对楚风认错之外，还说了很多其他的话，而大概的内容也都是表示歉意，让楚风不要放在心上，给他们一个机会，若是可以，很想与楚风交个朋友之类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希望能够与楚风的关系得到缓解。至于楚风，他并非小肚鸡肠之人，既然对方真心认错，并且他们又没有真的将自己怎么样，所以楚风倒是准备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过在周龙3兄妹走后，又陆续的有不少应风古村的人来拜访楚风，并且还都纷纷拿着礼物。他们都是见识到楚风的强大之后，想要与楚风攀关系的人。强大的人总是有着无数人想要靠近，这乃是人之常情。不过楚风却偏偏不喜欢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换作寻常，楚风绝对不会理会这些人，只是这一次有些不同，毕竟自己是这里的客人，正所谓客随主便，人家好心好意来拜访自己，给自己送礼品，楚风也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到了后来，还是宋爷爷与林奶奶看出来楚风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们站了出来，以让楚风好好休息为名，将那些想与楚风攀关系的村民全都挡在了外面。可是有一个人他们却挡不住，这个人便是王强。而王强来这里的目的也让楚风很是意外，他竟然是给楚风送宝贝的。这宝贝不仅仅是那装着各种奇珍异宝的乾坤袋，还有楚风最为渴望从王强那里得到的那颗类似巴巴一样的修炼资源。按理来说，这些是楚风之前与王强打赌他赢来的，可是王强能够主动将这些东西送上门来，则是让楚风很是意外。毕竟王强的行事风格是非常无耻的，按理来说主动承认失败
并且主动把宝贝送上门来，对他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现在他却这么做了，所以他这一次的举动倒是让楚风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觉得这个人还真是与众不同，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但却莫名的感觉还不错。之后楚风又与王强聊了一些，得知马老村长也让王强留在应风古村，允许王强常住一段日子，并且也暗中将王强理应得到的精神力比拼第2名的奖品以双倍的方式给了王强。与此同时，马老村长也许诺王强1年之内定然还王强一个公道。不过王强却不准备继续在应风古村逗留，原来他之所以急着将他输给楚风的东西交给楚风，那是因为他急着要走，其实他是来与楚风道别的。这个柯霸居然没有拿着输给你的东西偷偷逃走，反而主动送上门来，这不像他无耻的风格啊！毕竟这次精神力的比拼，从外人眼中看来，你与王强都是作弊，成绩再好也是无效，他本有理由不给你这些东西的。王强走后，淡淡很是意外地说道，他虽然行事风格无耻，但是本性却并不无耻，这样的人也许表面看着像坏人，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楚风说道，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柯巴呀。淡淡坏坏地笑道，对于这王强我还真的有些欣赏，不过相比于他，我更喜欢他给我的这个。楚风说话之间看向手中的那颗黑色物体，感受着那其中蕴含的能量，楚风的嘴角扬起了喜悦的笑容。这一次楚风几乎能够确定，只要将它炼化，他就定然能够突破到6品武王。就在当晚，王强便离开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相比于楚风，王强的身份显得更为神秘，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经过楚风与黄蜂和孙磊的对决后，楚风的光芒已经彻底的掩盖了王强。现在无论是离开的客人还是应风古村的村民，他们想着的都是楚风，唯一去猜想王强来历的便只有楚风了。因为在将王强的那刻像是88一样的修炼资源炼化后，楚风如预想的一样突破了。如今的楚风修为已经达到了6品武王，这个修为在5只圣土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甚至在同辈中人之中也算不上是最强，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而已。但是这6品武王的修为要是放在东方海域，那可是最巅峰的存在，而以楚风的战力，以他如今的修为，在东方海域将是无人可挡的神话，就算被称为神也不过分。可是楚风的年纪才多大，不过20出头而已，若是让东方海域的那些老一辈强者知道楚风如今的实力，不知道他们会是怎样的心情。不知道紫菱他们现在怎么样了？那些指点过我的前辈们，我楚家的兄弟姐妹们都还好吗？此刻楚风站在窗口望着月色，不由得想起了他那些留在东方海域的亲人朋友以及心爱的女子们，想起那些至亲之人，已经不是1次2次了。毕竟一个人远在他乡奋战，哪怕是在坚强的铮铮铁汉，也难免会有寂寞与孤独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我真的好希望那一天能快一点到来，可是现在的我还无法保护你们，现在的我还是太弱，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让你们不受任何伤害，能够真正的守护你们，守护我在乎的所有。楚风说话之间看向了自己那已经握紧的右拳，拳头越握越紧，楚风的内心也是越来越复杂。不知不觉间，楚风来到5只圣土已经1年有余，这1年多的时间，楚风的修为从8品武君提升到了6品武王，这样的修炼速度堪称飞速，这是有些人倾其一生甚至几辈子也不可能做到的事。可是哪怕如此，但是楚风对自己的进步速度仍是非常不满意，因为楚风背负的责任实在太沉重了，沉重到超乎人们的想象。尽管他的进步速度很快，尽管他已经远远的甩开了那些曾经一同奋战的伙伴，可是他却也非常清楚，在天外，在他那个素未蒙面的家族中，有着数不胜数的天才，那些天才皆是与他同姓，流淌着同样的血液，拥有着同样的血脉，但是他们如今的遭遇却完全不同。在楚风还在为修炼资源苦苦奋斗甚至拼命的时候，他能够想到那些天才却坐拥着用之不尽的修炼资源，对于他们来说，提升修为也许是再简单不过的小事。那些与楚风同代的小辈如今已是何等修为，楚风并不知晓，但他却能够预想得到，那些人一定很强，远强过现在的自己，甚至也许只需随随便便站出来一个，都能够碾压5只圣土的所有同辈中人。小辈已是如此，那么长辈又会如何？那样一个家族的底蕴又会如何？这样的家族是何其强大，这样的家族是何其可怕。可就是这样的家族却是楚风未来的大敌，是他要击败的存在。面临这样一个未知的大敌，楚风如今这样的修为算什么？也许在他们的面前，形容自己是蝼蚁都是在夸赞自己。想到此处，楚风又是一声长叹，弱小何时才能真正的摆脱这种弱小？楚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却只依靠着你自己，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前行，你的进步速度已经很快了，相信你的父母不会怪你，而我也相信你迟早会真正的强大起来，而在此期间，本女王会一直陪伴着你，放心，有我在，没意外。感受到楚风的心事，淡淡开口说道，她的声音很是温柔，她难得这样温柔，但每一次当她温柔，楚风的心都会被她融化，哪怕楚风的心情在烦躁，哪怕他的心情在郁闷，可是只要淡淡这样温柔的声音响起，楚风都会忘掉心中的不愉快，会找到前行的动力。还好有你，我的女王大人，你对我这样好，我要怎么报答你呢？不然这样，我干脆以身相许，娶了你吧。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女王大人如此之美，偶尔调戏一番乃是一件幸事，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而有幸得到调戏女王机会的楚风也是乐此不疲。
时常为之，以身相许。本女王对未来夫婿的要求可是很高的。蛋蛋仰着小脸，撅着小嘴，很是傲娇的说道。换作寻常，楚风只会一笑而过，可是这一次，对于蛋蛋所说的话题，楚风却变得认真起来，于是问道：很高又是有多高？不妨说来听听，真想知道。见楚风如此认真，蛋蛋脸上涌现出一抹坏笑。楚风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那本女王就偏偏不告诉你。蛋蛋坏坏的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颇感无奈，他知道自己是被蛋蛋耍了，这次调戏又以失败告终。可不曾想，就在这时，蛋蛋又忽然补充道：我的未来夫婿要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最强的男人。楚风一愣，世界如此之大，连他之家族所在的天外，他都不知道究竟是何模样。那这个世界最强的男人又将会是怎样？又究竟是谁？蛋蛋，那最强的男人是谁？犹豫再三，楚风问道。不知为何，问出这句话的时候，等待蛋蛋回答的时候，楚风竟莫名的心跳加速，感到忐忑不安。笨蛋，这种事情我哪里知道？你们这个世界可是很神秘的，对于你们这个世界，本女王还有很多的不了解，就连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我也并不知道。蛋蛋撇了撇嘴，随后说道：你小子仍需努力，本女王还指望你带我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呢。好，我答应你了，会亲自带着你了解这个世界的全部。楚风笑着应下，却又信誓旦旦，自信满满，不许食言哦。而听得楚风的回答后，蛋蛋也笑得更甜了。虽然他们都清楚这个目标是何其远大，是何其的遥远，尤其是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甚至有些不切实际，但人活着就是要有目标，而这样的目标就是他们前行的指路明灯，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动力。甚至哪怕距离这个目标只靠近了一点点，但他们也会发自肺腑的高兴，微笑。楚风，我知道你就躲在这应风古村，给老子滚出来！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在古村的入口处炸响，打破了这夜色的平静。楚风，你个缩头乌龟！青木山的人都是这般懦弱胆小的吗？敢说大话，却又不敢露面。你说，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就在那声怒喝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声咒骂，而这声咒骂响起之际，大地都是剧烈的颤动，天空都是不断的抖动，仿佛天塌地陷，末日降临。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看来马前辈是猜对了，孙磊他们果然有帮手，并且这个帮手似乎还不简单。听着这个连绵响起的声音，楚风淡淡的笑了。他听得出来，这个声音是一位老者发出的。苍劲有力的声音背后，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修为与力量。这肯定界尸联盟的真正高手来了。若是楚风没有猜错，这位老者很可能是界尸联盟的一位当家界灵师。这一刻，楚风本想出去，毕竟人家都找上进门来了，他可不能真的当缩头乌龟。宋爷爷、林奶奶。可不曾想，就在楚风刚刚走出房门之际，宋爷爷与林奶奶却急速的从天而降，落在了楚风面前。此刻，两人满头大汗，脸色并不好看。看到楚风后，就一同说道：楚风，快跟我们走。见状，楚风点了点头，便腾空而起，准备跟随宋爷爷和林奶奶走。可是刚走了没多远，楚风便发现不对，他们根本不是在向应风古村的入口处行去，相反，他们在向反方向行去。宋爷爷、林奶奶，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眼见势头不对，楚风赶忙停下步伐，发声问道：楚风，孙磊带着他的大哥孙超来找你麻烦了。那孙超与孙磊比孙磊要厉害的多，是9品武王的修为，战斗技巧更是出神入化，你不能与他交手，所以你现在赶快跟我们走。村长大人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藏身之处，并且还特意交代，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出来。这件事情交给村长大人处理。林奶奶解释道：孙磊走时就曾抬出他的大哥威胁于我，我当时就告诉他，就算他找他的大哥，我楚风也随时奉陪。现在我这样临阵脱逃，算怎样一回事？楚风说话之间便转过身去，向应风古村的入口处行去。楚风，不要去！见状，宋爷爷赶忙抓住了楚风的手腕。宋爷爷，放开我，我必须去！楚风很是认真的说道。楚风，你听我说，若真的只是孙磊的大哥来了，那也就算了，最主要的是孙磊与孙超的爷爷也来了，你听到没有？此刻那一声声呼喊，那一声声咒骂，就是他们的爷爷孙飞扬发出的。你不是联盟领域的人，对于这孙飞扬可能不太了解，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孙飞扬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不仅霸道手段还很恶毒。曾经他在某座势力的地盘吃酒，只因那势力的一位弟子说他吃相难看，他就灭了那整座势力。哪怕当时那势力的掌教率领整座势力的所有长老与弟子向他磕头认错，他也没有手下留情，依然是屠灭了那座势力。当时那座势力内横尸百万，山川塌陷，江河断流，当真是万物尽毁，血流成河。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有不少势力觉得孙飞扬的所作所为乃是邪教之举，所以联名讨伐孙飞扬，可却仍被界尸联盟给打压了下去。而这更是长了孙飞扬的嚣张气焰。在此之后，他更是横行霸道，蛮不讲理，整个联盟领域几乎很少有人敢再惹他。今日他的宝贝孙子被欺负了，他岂会善罢甘休？这么说吧，你若真的与孙浩交手，无论你能不能赢过那孙浩，孙飞扬也都不会放过于你。所以村长大人才让我们来将你藏起来，你可千万不能出去，否则若是被孙飞扬抓到了你，就算村长大人也未必保得住你。宋爷爷苦口婆心，却又满是担心的劝道：孙飞扬不是傻子，他既然这么喊，就是知道我肯定在应风古村，若是我一直不出去，以他的性格会怎么办？他会不会强行搜索？会不会大开杀戒？楚风问道。
宋爷爷不知如何回答。以孙飞扬的恶名来说，若是他们迟迟不交出楚风，也许孙飞扬真的会大打出手，甚至大开杀戒，也说不定。这件事因我而起，也当由我承担。我没有任何理由躲起来，我若躲起来，他便能以找我为名而动手。若是最终他还是将我找到了，那么此事传出去，也不会有人觉得是他不对，反而会笑话应风古村想包庇我，却又包庇不住。那个时候，就算孙飞扬真的做了什么，那也是理所应当。毕竟那个时候是应风古村理亏。可是这个时候，我若出去了，孙飞扬反而不能对我如何，最多就是要孙浩挑战我，然后加上一些过分的赌注。如果我输了，那么我会心服口服，这也没什么，技不如人，无话可说。可是倘若我赢了，孙飞扬还唧唧歪歪的话，那么就是他理亏。这个时候，应风古村在庇护我，也就理所应当了。此事若传出去，所有人都会谴责孙飞扬，却没人会说应风古村不是。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宋爷爷与林奶奶全都沉默了，因为他们也忽然发现，楚风所说的话的确很有道理。而就在两位前辈迟疑的时候，楚风则是大袖一甩，挣脱了宋爷爷的手掌，随后身形一纵，施展出身法武技，快速的向应风古村的入口飞掠而去。楚风，站住！见楚风离去，宋爷爷与林奶奶才反应过来，赶忙追赶而去。宋爷爷、林奶奶，不要拦我！此事因我而起，就必须由我承担。楚风一怒之下，施展出雷霆铠甲，将其修为提升到了7品武王的地步，而再加上他的逆天战力，此事的真实战力已是能够1品半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宋爷爷与林奶奶，也是追他不上。楚风他的修为，而看着楚风所施展的雷霆铠甲后，宋爷爷与林奶奶则再度一愣，因为感受着此刻楚风那7品武王的气息，他们总是感觉好像哪里不对。楚风似乎又变强了。楚风的速度极快，很快的便来到了入口处，这才发现应风古村的入口处早已人满为患。应风古村的长老级强者已是纷纷出动，他们不仅整齐而列，更是布置出了强大的防御结界，将入口处给封锁了，一个个的严阵以待，如临大敌。他们为首的便是应风古村的马老村长，而在马老村长等人的对立面，则站立着7道身影，其中5位乃是黄风、黄平、黄浪、黄静4兄妹，以及孙磊。至于那另外2位，一位是一个身材不高不瘦，却面容俊俏的奶油小生。别看这个奶油小生长得稚嫩，像是一个少年，但是楚风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奶油小生的真实年龄已过近40，实际年龄比孙磊还要大，并且他那和善的外表下，不仅隐藏着强大的杀气，还隐藏着9品武王的修为。不用多想，楚风便知道这位故意装嫩的男子，定然就是孙磊的那位大哥孙浩。而除了孙浩的那位，则是一个老者。这位老者身材不高，不过1米6的个头，比女子还要矮上一头，并且骨瘦如柴，很是精瘦。可别看老头如此瘦小，但长得可是凶神恶煞，一双雪白色的剑眉，真的如200利剑一般，竟长达1尺，眼神除了脸庞之外，而那双小眼睛更是寒光涌动，其中隐藏着爆发性的力量。只看他的那双眼睛，楚风就知道这位老者是一位真正的高手。在场之人虽多，但真正能与这位老头抗衡的，恐怕唯有马老村长一人。而这位老者，自然便是孙磊与孙浩的那位恶名昭著的爷爷孙飞扬。老马头，不妨实话告诉你，我一直守候在你应风古村之外，看到那个叫王强的小子出去了，但却根本没有见到楚风，所以我可以确定楚风就藏在你应风古村之内。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全都立马给我让开，让我把那楚风搜出来也就罢了。若是你们质疑阻挡我搜索楚风的话，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孙飞扬眼冒寒光，很是霸道的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妨直说了。楚风小友的确不在我应风古村，而就算来者是客，可我应风古村也绝不会允许你们在我应风古村随意搜索。马老村长很是坚定的说道。马老头，那我只能说你高估你自己了。忽然之间，孙飞扬冷喝一声，只听得一声巨响，其体内便传来一声胜利惊雷的轰鸣。与此同时，一股磅礴而恐怖的威压，携带着强大的地级武力，如同飓风一般便席卷开来。见状，马老村长也是怒喝一声，在其双臂高举之际，其衣袍急速舞动。与此同时，同样一股肉眼看见的气息横扫开来，将那孙飞扬的气息给抵挡而下。而望着那已然爆发的气息，应风古村的众人皆是眉头紧皱，如临大敌。他们知道一场艰难的大战已然开启。住手！我楚风在此。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却突然响起。当楚风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皆是一愣，尤其是看到楚风之后，各种怪异的表情更是浮现在不同人的脸上。应风古村的人感到惊讶，他们想不通楚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露面会有多么危险吗？楚风，你至于马老村长更是满脸的焦急。他就是楚风。孙飞扬看向了孙磊、黄蜂等人，是他。孙磊点了点头。老马头，你不是说这楚风走了吗？那他现在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这是有意欺骗，今日我非要讨个说法不成？孙飞扬虽然收回了自己的气息，但仍是愤怒的吼道。听得此话，应风古村的众人都是眉头紧锁，不由得看向了马老村长。而此刻的马老村长也同样是眉头紧锁，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的确已经走了，但是又回来了。就在应风古村众人为难之际，楚风开口说道：小子，你可真是鬼话连篇，我们一直在应风古村的村口等候，根本未曾见到过你，你倒是给我说说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孙飞扬冷哼着问道。应风古村出口这么多，我就非要从正门出去吗？倒是你们不直接进应风古村找我，反而在村口之外等我，到底是有何目的？莫非是想要谋财害命？
暗杀于我。原来你借势联盟就是一群如此卑鄙的小人。楚风讽刺地说道：笑话，我们谋财害命，我们只是怕你逃跑而已。而事实上，你不也的确跑了吗？之前大话说得好，只要我们来，你随时奉陪。可怎么又跑了呢？孙磊说道：因为忽然想到有急事，所以就走了。但是忽然又想到还没教训你的大哥，所以就回来了。话到此处，楚风看向了孙磊的大哥孙浩，笑眯眯地说道：都一把年纪了，还故意装嫩，是本来面目不敢见人吗？楚风尖牙利齿没用，我今日来此没别的意思，就是来替我弟弟报仇的。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今日我与你切磋，胜王败寇，你可敢否？有何不敢？我回来就是为了找你的。楚风自信满满的说道。倒是蛮自信的嘛，不过先别急，在比拼开始之前，我先送你一份大礼，让你知道你没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我更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弱。孙超诡异一笑，随后只见其掌心张开，一个金光闪闪的圆形球体便浮现而出，而当那球体落得之后，便急速扩大，最终砰的一声，如同气球一般爆破开来。而当那金色的球体爆破之后，竟有一个人从中浮现，摔落在了地上。而当楚风看清那人之后，顿时神情大变，因为此时此刻那倒卧在地上的人不仅昏迷不醒，更是浑身鲜血。可是楚风还是一眼认出，这位乃是王强，看来你还认识他。这个磕巴倒是有点手段，就连我弟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听说之前他与你切磋，也被你打败过。孙浩笑眯眯地说道：他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将他重创？楚风愤怒地问道。虽然他与王强结识不久，甚至之前可以说是敌人，但从始至终楚风都未曾反感过这王强，甚至还把王强当朋友看。毕竟如果没有王强的出现，楚风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到6品武王。本来他以为王强已然离去，但却没有想到竟被孙浩他们给抓到，并且打成了这副模样，这叫楚风如何能不愤怒？此时此刻，楚风心中的怒火滚滚翻腾，涌遍全身。他暗下决心，非要好好收拾这个孙浩不可。他要替王强报仇，无冤无仇。他之前在应风古村内辱骂我弟弟，我对付他理所应当。何况我也是想证明给你看，你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强，你并非是无敌的，至少你能战胜的对手，我也能够轻而易举的战胜。孙浩笑眯眯地说道。听得孙浩的话后，楚风心中的怒火更盛，他也懒得废话，指着孙浩说道：少废话，你不是想与我切磋吗？现在就来吧，这么急着挨揍。不过我事先告诉你，我和人比斗，下手可狠，万一要了你的小命，你可别怪我。孙浩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若不小心杀了你，你们是不是也不会怪我呢？楚风说这句话的时候，看向了孙飞扬，他非常清楚，此时此刻对他来说，借尸联盟最大的威胁不是孙浩，而是孙飞扬。放心，小辈切磋，我绝不插手，你们可以随意出手，无论生死，全都凭你们自己的本事。孙飞扬说话之间便退到了一旁。与此同时，孙磊、黄蜂等人也是退到一旁。见状，马老村长也举手示意，率领应风古村的众人向后退去，在这里为楚风与孙浩留下了一块巨大的区域。楚风千万不要大意，这个叫孙浩的孙子可不简单，他的确有些手段。然而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却突然映入楚风的耳帘，那个声音是王强。原来他并没有真的昏死过去，他还清醒着，只不过此刻他的声音非常的虚弱，可见他受的伤势的确不轻。你是想要他的命吗？得知王强并未昏死，楚风便对孙浩问道。他是想要救王强，毕竟等下他要与孙浩交手，而王强却在他们的战圈之内。这种情况之下，王强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离开此处才行。按理来说，你们也算敌人吧？竟然这么关心他的死活。孙浩听出了楚风的话中之意，冷笑起来。我只是不想我们的交战牵连其他人，又何况他现在是一个毫无防备的人，等下哪怕只是一道余波，也可能会让他粉身碎骨。楚风说道。你说的倒也在理，这个磕巴得罪了我弟弟，我教训他理所应当，但却也罪不至死，索性我就留他一条狗命吧。孙浩说话之间，大袖一挥，一股劲风便随之而起，自王强身旁掠过，将其吹飞开来，落入了应风古村的人群之中。可是他这道劲风暗藏杀机，竟在承载王强的同时轰击了王强的伤口，这使得王强口吐鲜血，惨嚎一声。王强小友见状，马老村长赶忙探手一抓，将王强抓到了他的身旁，开始替其疗伤。而楚风虽然没有说话，可是袖袍之内双拳却早已握紧。不管孙浩是否知道王强已然苏醒，但是孙浩的此举已然是彻底激怒了楚风。楚风，那废物被我处理了，你做好挨揍的准备了吗？似是感受到了楚风暗藏的愤怒，孙浩竟然挑衅的开口。来吧，我会让你知道究竟是谁将要挨揍。楚风尽管心中怒火翻腾，可是嘴角却扬起了一抹淡淡微笑，只不过他的这抹微笑看似寻常，但却杀机四伏。哪怕是孙飞扬看到这抹微笑的时候，也是目光一闪，眉头紧皱，意识到了一丝不妙。哈哈，有趣，不管你有什么特殊手段，能够从5品武王提升到7品武王，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哪怕你将修为勉强提升到了7品武王，但也休想与我抗衡。不过孙浩显然没有意识到楚风暗藏杀机，只见他怒喝一声，随后双手舞动，在那磅礴武力汹涌而出之际，他已是率先出手，对楚风发动了进攻。9品武王外加2品逆天战力，这孙浩的真实战力已经达到了2品半地的地步，而他此刻所施展的也并非是寻常的攻击，而是一种9段武技，风起云涌，战力滔天，正是他爷爷孙飞扬所创的武技。
风卷残云破，二品半地的战力，外加9段武技，这孙浩当真是不出手，所以一出手便是惊天动地。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是不由一惊，被孙浩所发动的武技攻势所震惊，因为孙浩的攻击当真是非同小可。楚风哪怕已是7品武王的修为，并且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但显然也无法与孙浩抗衡啊。对楚风知根知底的应风古村之人，此时此刻皆是眉头紧皱，不知道楚风该如何抵挡。可是望着那迎面来，并且已近在咫尺的风卷残云破，楚风却是面不改色。只见其眼中雷芒闪烁之际，2道雷霆凝聚而成的巨大羽翼便自其后背延伸开来。而当着对巨大的雷霆羽翼出现之际，楚风的修为已在瞬息暴涨，从7品武王提升到了8品武王。修为提升之后，楚风也不施展武技，反而是手掌一转，一道暗黑色的大剑便浮现而出，手握王冰封魔剑，楚风高举起，随后猛然下劈，王冰劈下，只听得一声巨响，暗黑色的恐怖光刃便凭空浮现，化作一道半月，随后夹带着狼哭鬼嚎一般的厉鬼之音，斩天破的与孙浩的风卷残云破交织在了一起，两者交织，天地皆动。可是楚风的那封魔剑所发出的半月斩击却是无坚不摧，无人可挡，任凭9段武技风卷残云破如何凶猛，但在他的面前却只能如水如风一般闪到两旁，根本无法阻挡他的攻势。就这样，在那风卷残云破的能量涟漪四下翻腾之际，被风魔剑的斩击毁得破碎支离，并且最终楚风以风魔剑所发出的斩击还力量全存的来到了孙浩的面前，向他劈斩而来。你这家伙！王者那暗黑色的斩击，哪怕是孙浩也是眉头皱起，因为身为界灵师的他能够明确的感觉到这道斩击蕴含着怎样的威力。于是他不敢轻敌，而是掌心一翻，祭奠出他的王冰大刀，同样一刀劈下，劈出一刀凶猛的斩击后，才在道道涟漪之中将楚风的斩击挡下。这一轮对战其实速度极快，除了半地级的高手之外，很多人都没看清楚怎样一回事就已然结束，但是他们却能够从那凶猛的能量涟漪内以及天摇地晃的威势中得知二者的交战是多么的凶猛，多么的恐怖。那绝非是他们能够涉及的交战，尤其是之前挑衅楚风的周龙三兄妹，此刻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同为小辈，他们也贵为天才，可就在刚刚，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与楚风和孙浩之间的战力差距，那种差距就仿佛他们根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一般。楚风与孙浩的战力是他们望尘莫及的，你这家伙竟隐藏了修为。看着此时此刻那身穿雷霆铠甲，后戴雷霆羽翼，手握风魔大剑，站立在不远处天际之上的楚风，孙浩很是愤怒地问道。据他的情报得知，楚风的真实修为在5品武王，但掌握着特殊手段，能够将修为提升到7品武王。7品武王在他眼中如同渣渣一般，哪怕具备逆战3品的战力，他也不会放在眼中，能够轻易抹杀。可是眼下楚风所展现的实力却与他得知的有些不同，楚风根本不是7品武王，而是8品武王。虽然只是1品修为的差距，但是这1品修为却将让他承受不小的压力，面对不小的难度。至少从现在来看，楚风的真实战力已是与他一样，都达到了2品战地。毕竟楚风的逆天战力比他要强，他只是逆战2品，而楚风却是逆战3品，并非隐藏修为，只是碰巧刚刚突破而已。对于孙浩的问题，楚风也不隐瞒，而是风轻云淡的开口，就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什么？楚风他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了？然而楚风此话一出，却仿佛一块巨石落入了平静的湖面之中，顿时掀起了滔天的涟漪。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吃一惊，毕竟距离楚风与孙磊他们交战才过去这么短的时间，楚风在这么短的时间便突破了，这叫他们如何能不吃惊？这样的突破速度实在太过恐怖了一些。此子天赋太强，不管此战是胜是负，孙浩都将无法企及。青木山出现此等人才，真是令人羡慕。待得此子真正的成长起来之后，青木山在9世之中的地位也定然要有所提高才是。此刻，一些老一辈强者忍不住感慨万分，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欣赏。为什么啊？听得此话，许多与楚风一样的小辈中人表示不解，纷纷询问。而凡是听到这样的问题，老辈强者都会给予相同的答案。孙浩虽强，可以40有余，但楚风却才20出头。虽说以2人的年龄来论，他们都属小辈中人，但实际上孙浩的年龄却是楚风的1倍，比楚风多修炼了20多年。可是如今孙浩的战力却与楚风持平，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明孙浩太弱，而是说明楚风太强。此子潜力简直不可限量。还真是这样，以楚风的年纪来看，他修武最多10几年而已，可孙浩至少30几年。一个修炼了10几年的人，能够达到与修炼30几年的人相同的战力，这等天赋真的太可怕了。这楚风到底是何来路？莫非他真的是天纵奇才，传说中的妖孽不成？而听得老一辈强者的话后，同为小辈的年轻人对楚风更是刮目相看，崇拜不已。哪怕是之前藐视楚风的周龙三兄妹，此刻也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起楚风。我不管你突不突破，此战都是我胜你负。4世听到了周围对楚风的夸赞以及对自己的贬低，孙浩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便将所有怒火全都撒在了楚风的身上。孙浩怒吼之际，他已然出手，手握王冰大刀，脚踏玄妙步伐，眨眼之间便来到了楚风近前，手中的王冰大刀更是天花乱坠一般，向楚风的致命弱点
毫不留情地劈砍而去。而面对孙浩的近身攻击，楚风只是冷哼一声，手提风魔大剑便迎了上去。二者交手，各自手持王兵，也不施展特殊的武技，就凭借王兵之威以及强大的战力，在空中抗衡。王兵交错，轰鸣四起，那刀光剑影舞动之间，狂暴的能量涟漪很快便吞没了那方天地。但是在场的高手们还是能够凭借敏锐的肉眼穿透那茫茫涟漪，寻得楚风与孙浩二人的身影。而凡是看到楚风与孙浩交战的人，无一不是眼前一亮，纷纷对楚风与孙浩的实力表示认可与赞赏。因为楚风与孙浩不仅战力强悍，这战斗技巧也是无可挑剔。无论是楚风的王兵风魔剑，还是孙浩的王兵大刀，那王兵的威力在他们的手中都发挥得淋漓尽致。楚风与孙浩都没有辜负极品王兵之名，可是两者再强，终究也要有个强弱之分。按理来说，此刻孙浩的修为还要高出楚风一品，在激烈对决之中，他理当渐渐占据优势才对。但是事实往往事与愿违，经过一番刀光剑影不相上下的交战后，二人渐渐分出拙劣。但这占据上风的却并非是孙浩，而是楚风。此时此刻，楚风手中的风魔大剑根本不像是一件兵器，而像是一只百变而凶狠的猛兽，怒吼震苍天，剑光残影连。在楚风的使用下，他简直所向披靡，无所不能。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是正面交锋，风魔大剑也是占据了上风。每次与孙浩手中的王兵大刀对决，都会溅起一片光芒四溢的火花，荡起一道凶猛狂暴的涟漪，随后便将那王兵大刀以及孙浩一同震退开来。眼下的孙浩已然彻底陷入了劣势，根本无法再与楚风抗衡。这种情况之下，楚风也是越战越勇，越攻越凶，他就是要把孙浩逼得无路可走，让他狼狈不堪，让他输得彻彻底底。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就连楚风自己也觉得他已然胜券在握之际，孙浩的嘴角却突然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微笑。当那抹微笑掀起的同时，孙浩手中的王兵大刀微微一颤，一股特殊而强大的气息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涌入王兵大刀之内。这股气息，糟糕，感受到这股气息，楚风也是眉头紧皱，下意识的便施展出身法武技，想要向后退去。因为他已经分辨出来，此刻孙浩所释放的气息根本不是寻常的王级武力，那是地级武力。没错，此时此刻孙浩释放的的确是地级武力。不管武王再怎么强，与半帝都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这差距所在，追根究底就是武力的差距。按理来说，孙浩身为武王，不可能掌握地级武力才对，但是不管他是怎么做的，现在他的确做到了。他释放的是地级武力，而武力的差距将代表着战力的不同。楚风，你给我内命来！果不其然，就在楚风意识到不妙的时候，孙浩突然大吼一声，甩动手中的王兵大刀，便向楚风发动了反攻。他的速度太快了，爆发力更是十足，楚风根本没来得及走远，便被他追赶了上来，并且向楚风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转换了武力之后，孙浩的战力大涨，只是眨眼之间，他与楚风的战局便发生了转变。先前势不可挡的风魔大剑，此刻已是难以抵挡孙浩的王兵大刀，而先前招式狠辣、咄咄逼人的楚风，此刻也只能在孙浩的攻势面前，也只能选择抵挡，根本无力反击，甚至就连抵挡也是异常的吃力。该死，轻敌了！这个家伙不仅能使用地级武力，先前还故意隐藏了实力，他竟掌握着如此玄妙的禁忌刀法。这一刻，楚风终于意识到了不妙，因为此刻孙浩提升的不仅仅是战力，还有他对王兵大刀的掌控。如果说先前孙浩对王兵大刀的力量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此时此刻他对王兵大刀的运用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甚至更胜一筹。他现在施展的是一种特殊的刀法，这是一种武技，并非寻常的武技，而是特殊的刀法武技，并且是非常凶狠、非常玄妙、非常强大且非常特殊的武技。这种武技被称作禁忌刀法。禁忌刀法是一种操控兵器的刀法，并且只能操控刀类兵器，而之所以被称之为禁忌刀法，那是因为它非常难以修炼，但只要修炼成功，对王兵大刀的掌控便将全面提升，发挥出与众不同、他人难比的威力。这样的禁忌刀法实在太过稀少，连楚风都没有掌握，甚至都没有见过。可是孙浩却掌握了，他不仅掌握了，还掌握得彻彻底底。但就是如此强大的手段，先前他却并未施展，反而有所保留，是故意让楚风觉得占据了上风。然后他在楚风最为得意的时候，突然释放出了地级武力，在释放出地级武力的同时，也施展出这种玄妙的禁忌刀法，两者同时爆发，他的战力只在一瞬间便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这样的变化，哪怕是楚风也是难以招架。而最令楚风无奈的是，此刻孙浩的攻势实在太过凶猛，他必须全力应对，根本没法分心，更没机会施展武技。他已是彻底陷入了被动之中，这样下去，等待他的只有一个下场，惨败无疑。怎么回事？这孙浩竟然释放出了地级武力！局势的变化很快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对于此刻孙浩所释放出的武力，在场的老一辈强者们也都是吃惊不已，真是大惊小怪。我孙儿修炼的乃是一种特殊的禁忌玄功，这玄功一经施展，就能获得品质极高的武力，从战力上就要强于他人。而若是将此玄功修至大成，并达到9品武王的境界，那么便可以获得半地强者才能掌握的地级武力。然而就在众人吃惊之际，孙浩的爷爷孙飞扬却是忽然开口了：这样的武技，莫非这就是那传说中极难修炼却威力极强，在9品武王能够掌握地级武力的禁忌玄功——地力玄功？
听得孙飞扬的话后，有些人想到了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竞技玄功，而那玄功若修至大成，的确与孙浩此刻的状况非常相像。没错，我孙儿所修炼的正是地利玄功。孙飞扬点了点头，并且此刻他的脸上布满利奥得意之色。而事实上，当他确定此事之后，那些围观之人的脸上也的确焕发出更为吃惊的神色，因为这地利玄功的确是一种非常难以修炼的玄功。可是这样的玄功，孙浩竟然修炼成功了，这叫他们如何能不吃惊？所有人都知道孙飞扬的孙子孙浩战力凶悍，但却没有想到竟强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楚风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了。不过败给这样的人手中，楚风也并不丢人。我相信不出3年，你定会超越孙浩，洗刷今日耻辱。这一刻，马老村长也紧紧地凝视着孙浩与楚风的战圈，他的目光闪烁，涌动着些许不安。在他看来，虽然楚风很厉害，可是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楚风也很难转变战况，多半是要输了的。但是他也知道楚风潜力无限，就算败给孙浩，也只是暂时的。日后楚风定然能够超越孙浩，且远远地将他甩在身后。而此时此刻，与马老村长有着相同想法的也不是少数，大部分人都觉得楚风必败无疑。而事实上，此刻的战局也的确如此。孙浩一边运转地利玄功，一边施展竞技刀法，他的攻势密不透风，无懈可击，将楚风逼得连连后退，大汗淋漓，几乎不给予楚风施展任何武技的机会，只能被他不断的压制，压制再压制，压制的越来越弱势，而他则是越来越优势。楚风怎么了？还手啊，反击啊，别一直就知道退，别一直就知道缩，你不是很猖狂吗？你不是说随时奉陪吗？怎么现在像个缩头王八一样，这么废物啊？得势之后，孙浩顿显猖狂，一边发动疯狂的进攻，一边开口羞辱楚风。而这种情况之下，楚风除了紧咬牙关，全力抵挡之外，别无他法，就连还口反驳的余地都没有，因为他也不知道如何反驳，毕竟他无力还手，这是事实。事到如今，不管楚风愿不愿意，他都要承认，这孙浩很强，是除了秦凌云之外，楚风所遇到过最强的同辈中人。受死吧！忽然之间，孙浩再度怒喝一声，他寻得了楚风一个漏洞，并且抓住这个漏洞不放，发动了奇袭，径直的就是一刀劈落而下。可恶！眼见着一刀劈来，楚风已然来不及抵挡，楚风便施展出全力向后退去。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晚了那么一点点。那大刀劈落而下，他却只躲过大半。那王兵大刀的刀尖不仅斩开了楚风的雷霆铠甲，更是撕裂了楚风的肌肉，刺入了他的身体，在他的左胸处划出了一道皮开肉绽、触目惊心的伤口，刀尖入体，鲜血淋漓，疼痛难忍之际，楚风顿时发出了一声惨叫，因为这看似简单的一刀，实际上非常不简单。孙浩在刀体之上附加了特殊的能量，只要被那能量击中，受伤之人将承受万重噬体之痛，是个人便难以忍受。废物，这么点小伤都承受不了，你该怎么承受我接下来的攻击？在楚风一声惨叫之后，孙浩的嘴角的得意之色变得更浓，与此同时，脸上的凶狠之色也是变得更盛。随后，只见其手腕一转，手臂猛然前推，竟顺手推舟，将那把王兵大刀扑哧一声穿透了楚风的胸口。王兵大刀入体之后，孙浩还不断转动，使得那王兵大刀在楚风的体内旋转，那种疼痛，哪怕是楚风也是大汗连连，喊叫不断。此刻的他已然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就如同一片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凭孙浩宰割。废物，怎么了？除了喊叫，什么都不会了？你就你这种水平，也想与我斗？你不是有特殊手段，能够将修为提升到8品武王吗？你不是拥有逆天战力，能够逆战强你3品修为的人吗？有个屁用！到最后不也是像孙子一样，在我面前哀嚎，在我面前哭喊，在我面前任我处置，和我交手，你能与我抗衡吗？此刻胜券在握，孙浩得意连连，一边用手中的王兵大刀折磨楚风，一边朝天怒吼，羞辱楚风，你确定吗？可是就在孙浩无比得意之际，楚风却突然抬起了头，看向了孙浩。看到此刻的楚风，孙浩顿时身体一颤，手掌一抖，他惊愕地发现，此刻的楚风竟与先前完全不同。尽管楚风的脸色依然苍白，尽管楚风的脸上依然冷汗连连，可是他的目光，可是他的神态，却与先前完全不同。此刻的楚风脸上已经没有了丝毫痛苦之色，相反，在他的脸上还带有淡淡的笑意，邪恶的笑意。该死！意识到了不妙，孙浩便再度握紧手中的王兵大刀，想要向楚风发动致命的攻击。可是这一刻，他才惊愕地发现，他手中的王兵大刀就如同长死在了楚风的身体一般，他竟难以撼动分毫。终于发现不对了吗？不过可惜晚了。楚风说话之间，猛然抬手，将手掌按在了孙浩的左肩之上。白虎攻杀术。话罢之际，楚风在心中暗喝一声，只见一道白光在楚风的掌心绽放，随后的一声怪异声音响起，那耀眼的白光便如同白昼一般密布那方天地。而当那声音减退，白光消散之际，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吃一惊，因为此时此刻，孙浩的整个左臂连同左肩都消失不见，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血人。天际之上，楚风与孙浩踏空而立，近在咫尺。楚风已然将孙浩的王兵大刀抽了出来，并且那损坏的肉身也是奇迹般的全部愈合。可是那自伤口流出的鲜血却依然挂在他的衣襟之上，若不是有雷霆铠甲遮掩，那么看上去将依然触目惊心。但不管如何，此刻的楚风除了脸色有些苍白之外，气息较好，已无大碍。而这正是朱雀复活术的神奇之处。莫说这点小伤，
只要丹田不损，恢复断臂断手也只是瞬息的小事。可再观孙浩，他不仅损失了整个左肩和左臂，就连内脏也是受损严重，哪怕丹田也是受到波及，虽还站在天际之上，却已然摇摇欲坠，气息低迷，随时可能跌落下，昏死过去。胜负已分，但这结果却超乎所有人的意料。明明是孙浩狂虐楚风，楚风无力反抗，怎么忽然之间就发生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太不可思议了！究竟发生了什么？楚风怎么忽然之间就爆发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竟将掌握着地利玄功和禁忌刀法的孙浩打成了重伤？不解之余，人们议论纷纷，对楚风更加刮目相看。而事情的真相，只有楚风自己清楚。在先前的情况下，楚风根本没有机会施展任何武技，那种情况下，他能施展的便唯有秘技。秘技与武技不同，楚风可以随念而动，任意使用，但是因为楚风掌握的秘技乃是清玄天所创，楚风才不敢施展。他怕施展出秘技后被人认出来，那是清玄天的手段，怕让人误认为他是清玄天的传人，怕引来图谋不轨之辈，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进入武之圣土这么久，楚风几乎很少施展4种无上秘技，哪怕秘技威力无双，可他也不敢施展。但眼下这种情况，他若想要赢，却只能施展秘技，既要施展秘技，却又要不露声色，不让人察觉到那是秘技，那就必须在一瞬间完成。于是楚风才故意导演了之前的一场戏，他故意让孙浩接近他，甚至让孙浩伤害他，然后在孙浩的王兵大刀进入他的体内之际，楚风通过朱雀复活术那奇异的修复能力，修复自己的肉身，从而将孙浩的王兵大刀暂时的锁在自己的体内。而后楚风利用孙浩震惊的那一瞬间，将自己的掌心贴在孙浩的身上，再释放白虎攻杀术。只在一瞬间，楚风便施展出了2种无上秘技。可是，一切来得太快，并且楚风有意隐藏，所以哪怕是孙飞扬这样的高手，也只是能够看出来楚风施展出了强大的手段，但却不敢确定楚风施展的是不是秘技。就算他知道楚风施展的是秘技，可因为楚风并没释放出白虎攻杀术以及朱雀复活术的形态，也没有人能够认出来这2种秘技是清玄天所创。所以楚风这一招尽管是的自己受伤，但却也堪称完美。就在这时，孙浩突然双腿一软，双眼一闭，竟直接从半空之上飞落而下，昏死了过去。大哥见状，孙雷赶忙身形一纵，将自己的大哥孙浩揽入了怀中。而这一刻，楚风与孙浩的比斗也算是彻底结束，胜利的最终还是楚风。哈哈，厉害，太厉害了！想不到在最后，我还是低估了楚风小友的手段。这记奇袭比之孙浩的先前的奇袭还要精彩，还要凶狠，还要不留余地。楚风根本就没有给予孙浩任何翻身的机会，出手漂亮，赢得精彩。马老村长忍不住夸赞起来，楚风的表现当真是出乎他的意料。爷爷，快来看，大哥的丹田受损了。这个楚风竟下如此狠手，只差一点他就废掉了大哥的修为。就在这时，孙磊忽然又悲又愤地高喊起来：混账东西，切磋而已，竟下如此狠手，真乃魔鬼心肠！今日老夫非要给你一些教训不可。而听得此话，孙飞扬也是勃然大怒，他大袖一扬，顿时天摇地晃，凶猛的地级武力排山倒海一般向楚风压迫而去。该死！眼见大事不好，楚风赶忙施展出人尽幻光诀，向马老村长的方向逃遁而去。因为他知道他与孙飞扬的实力差距太大，根本无法与对方抗衡。而此时此刻能救他的便唯有一人，那便是应风古村的马老村长。楚风小友莫怕，老夫在此，无人能够伤你。果不其然，就在楚风向马老村长逃遁之际，马老村长的传音也是映入他的耳中。他已然出手了，单手摆动之间，同样可以呼风唤雨，轻而易举的便将孙飞扬的攻势给挡了下来。臭不要脸的老杂毛，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说什么小辈切磋，生死各凭本事，你绝对不会插手。结果现在我不过是伤了你孙儿一下，你就对我动手，你借尸联盟的人还能再无耻一点吗？来到马老村长身后，楚风忍不住咒骂起来，因为这孙飞扬的确有失高手风范，太过卑劣无耻了一些。他的此行此举与先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简直就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但却又好不害臊，非常的硬气。臭小子，不仅打伤我孙儿，还敢辱骂于我，我看你真是活腻了。楚风当众辱骂于他，孙飞扬更是气得脸色发青，抬手一拳，一道更为凶猛的攻势向楚风袭来。只不过当一声巨响响起之后，那孙飞扬的第2次攻击依然没能接近楚风，便被化解。而这化解之人自然就是马老村长。马老头，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想与我过不去吗？见马老村长一而再地解开他的攻势，孙飞扬很是愤怒，指着马老村长怒吼起来。楚风小友虽然说话过激，但却也不无道理。先不说你之前说过不插他们的切磋，单说切磋本就难免受伤。楚风虽然伤了孙浩，但却并无大碍，只需1日就可让他痊愈。而相信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先前若是楚风小友有心下狠手，完全能够取走孙浩性命，他根本不会安然地躺在那里。楚风小友宅心仁厚，已是手下留情，放过孙浩一马，你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难为小辈，从而坏了你自己的名声？马老村长笑眯眯地说道，尽管表面是在劝解，但实际上却在暗讽孙飞扬，完全是在向着楚风说话。少说废话，我就问你，你是不是要与我过不去？孙飞扬大声问道，非常的霸道。而这一刻，马老村长则是淡然一笑，随后大袖一挥，负于身后，在那苍老的眼中竟涌现出了2抹霸气的凌厉，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马某人就算与你过不去，你又能如何？